前几年，我们这里发生了一起抢劫杀人案。案子说起来很简单，就是一个姑娘大晚上去公园跑步，让人抢了金项链，还给杀了。被害的过程极短，就1分钟不到。两人之间没有争执，没有打斗，甚至被害人没来得及抵抗，就被一刀封喉了。经调查发现，这女孩当晚的整个行踪，每一步都能用恰巧和无意中来解释，就跟赶着去送死一样。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为了表述方便，按照惯例，我们就叫这个女孩小美。小美身高165厘米，当时体重130斤，在遇害前一段时间一直在减肥。减肥的初衷其实很简单，一次聚餐时，大家刚好聊到减肥的话题，而她喜欢的那个男孩又无意间说了句你有点胖。再加上她自己长期熬夜，身体也出了些小毛病，种种因素叠加，便下定决心减肥。小美选择的减肥方式很简单，因为工作忙，她基本没时间锻炼，所以只能靠饿。具体来说，就是午饭吃一半，晚上只吃1个鸡蛋和1根黄瓜。坚持到第14天，小美的体重整整下降了10斤。也恰巧在这天，外卖平台正在做活动送优惠券，她家楼下的烧烤店也正好同步搞活动。那家的烤生蚝正是她最爱吃的。更让人心动的是，点50块钱的烧烤，最终只需要付8块钱。小美心动了，也犹豫了，内心激烈挣扎了2个多小时。最终，在那家烧烤店关门前的最后10分钟，她还是下了单。促使她下定决心的是刷短视频时偶然看到的一个营销号内容。视频里说，减肥14天是一个小循环，循环结束后可以放心大吃一顿，不会有影响。她对此深信不疑。只是这餐外卖送得特别慢，40分钟才到。那会，小美的饥饿感已经达到了顶峰。更意外的是，除了她点的烧烤，商家还额外多送了几串蜂蜜烤面包片和1瓶可乐。她几乎是风卷残云般把所有东西都吃完了。饱腹的满足感过后，巨大的罪恶感很快袭来。再加上这段时间节食让胃变小了，可乐和面包片又特别容易胀气，她只觉得胃里堵得难受。于是她想活动活动助消化，可在屋里来回走动没什么效果，便打算干脆出去锻炼一会儿，把热量消耗掉。前段时间她刷视频恰巧刷到了一个本地博主，那位博主穿着瑜伽裤，兴致勃勃地推荐，我发现了一个宝藏公园，就在郊区，晚上特别漂亮，基本没什么人，简直像世外桃源。这里得重点说说这个公园，它是用挖人工湖的土堆砌而成的，堆成了一座小山的模样，面积还挺大。因为土壤肥力好，山上的植被长得格外茂盛。但这个地方实在太偏，周一到周五基本没人去，更别说晚上了，也就周末偶尔有人会去游玩。小美瞬间动了心，她原本打算骑共享单车过去，可骑到一半觉得太累，便又叫了一辆网约车。巧的是，她手里正好有一张打车券，而且偏偏就在当晚到期。到了公园，看着黑黢黢的入口，小美本想打退堂鼓，可就在这时，她恰巧看到有人夜跑着从山上下来，于是便壮起胆子往山上跑。上山之后，小美原本想往右边走，可偏偏前2天下了暴雨，这种新堆砌的土山沉降速度快，右边的路已经塌陷，还被封了起来。没了别的选择，她只能转向左边走。跑了一半，小美想着先去观景台打个卡，拍张照，然后就回家。可不知是烧烤不干净，还是冰可乐刺激到了肠胃，又或是长时间吃清淡食物后突然摄入油腻，她的肚子突然疼了起来。没办法，她只好拐了个方向，先跑去上厕所。上完厕所出来，小美已经没心思再绕回大路，便想横穿中间那片小树林，抄近道直接去观景台。可谁也没想到，就是在这片小树林里，她遇到了一个劫匪。对方看到她脖子上那条明晃晃的金项链后，竟起了杀心。回头看整个过程，
小美好像每一步都踩在了关键节点上，又恰巧被推向了下一个节点，就像是追着阎王爷去送死。要是她喜欢的人没有说她胖，她就不会下定决心减肥。要是她没点那顿烧烤，没刷到那2个视频，没心血来潮戴上那条金项链，是不是就不会死？这一切仿佛都是天意。可真实情况真的是这样吗？似乎并不是，因为后来发现那个杀害小美的人正是那个烧烤小哥。烧烤小哥这人说来也挺背的，他自己好不容易开了家烧烤店，后来相亲谈了个女朋友，没成想最后发现女方出轨了，出轨的对象还是他老板。烧烤小哥气不过，去找那老板打了一架，结果老板肋骨骨折，赔了不少钱，还差点蹲了局子。再说烧烤这活是真累，天天守着个烤炉，烟熏火燎的，吸进去的炭火灰比氧气多。唯一能算点好处的，可能就是这家店虽说生意一直不温不火，但好歹能让他勉强混口饭吃。案发那天，外卖平台做活动，他店里也跟着凑了热闹，结果那晚生意好的离谱。他从傍晚一直忙到深夜，手里的活没停过，心里的烦躁也一股接一股往上冒，越烤越不痛快。好不容易熬到打烊，炭火都熄了，炉子也清理干净了，偏偏就在这时候接了小美的最后一单。烧烤小哥当时气得想一脚把烤炉踹翻，可气归气，单子总得做，他没别的办法，找隔壁烧烤摊借了点炭火，连店里剩下的面包片也一起烤了，把这单凑齐。送完外卖，他草草收拾了下东西，锁上门，就想出去走走，散散这股子邪火。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他开着车就溜达到了那个郊区的公园。那地方他太熟了，之前相亲成了之后，他跟那女的第一次约会去的就是这。同样也是在这，他发现了不对劲。那相亲对象总说自己加班，可偏偏有一次，他在这公园山顶的观景台上撞见他跟他老板小树林里进行天地人和，那画面他到现在都忘不了。故地重游，他越想越气，胸口的火直往上窜。就在这时候，他看见小美穿着瑜伽裤从树林里钻了出来，他吓了一跳，心里纳闷，这时候怎么还会有人来这儿？可目光一扫，他一眼就瞥见了小美脖子上的项链，总觉得特别眼熟。等小美穿过小树林，走到路上的时候，他彻底看清楚了，那条项链正是当初他送给那个出轨女友的那条。项链的样子跟记忆里那些出轨的画面瞬间就叠到一块了。一股热血嗡的一下冲上天灵盖，他根本没来得及过脑子，几乎是下意识的就冲了过去，掏出随身带着的那把小弯刀，朝着小美划了过去。那把刀就是肉铺里用来去皮削肉的那种，刀刃快得很。手一抬，刀一落，悲剧就这么发生了。好像那条项链才是真正的导火索。这条金项链是烧烤小哥当初下了血本准备的，他攒了好长时间的钱，还特意托了在水贝做珠宝加工的朋友，专门给前女友设计的。连设计图都是他自己画的，画的虽说有点蠢笨，可里面藏的心思特别重。项链的链子是结实的绞丝纹，不花哨，特别的地方在吊坠上。他没买现成的金饰，反而特意找了一枚老旧的1角钱硬币。他让朋友用激光在硬币外圈雕了一圈极细密的荆棘花纹，心里想着这花纹就代表他俩能同甘共苦。接着又把硬币内部掏空，在镂空的中心镶了一颗小钻石。他的想法很直男，金子能保值，钻石代表永恒。而那颗被包裹在里面的心，是说他把前女友放在心里，愿意为他抵挡一切风雨。可前女友收到项链时，打开盒子就扫了一眼，嘴角撇了撇，只说了声谢谢，就把盒子合上了。后来烧烤小哥就没见他带过一次，问起来他总说公司有规定，不能带饰品，影响形象。他当时还真信了。直到有一次，
他刷闲鱼的时候，无意间看到同城推荐里赫然出现了这条独一无二的项链。那帖子的标题写着奇葩直男审美的项链，几乎全新，窥血出。配图里的项链正是他送出去的那条，被放在他家精美的桌布上，拍得一点光泽都没有。下面的描述更是字字扎心，土鳖送的，土的掉渣，带出去都嫌丢人。烧烤小哥当时一股血就冲上头了，截图发给前女友质问，两人在微信上大吵了一架，最后那女的直接撂了话，对，就是我卖的，难看还不让说了，你自己看看这设计土不土，带出去我都觉得丢人。这句话直接扎穿了烧烤小哥的心脏。而另一边，小美正好刷到了这条项链的转让帖，她一眼就被这个别人说土掉渣的设计给击中了。她觉得这种复古硬币和现代钻石的碰撞，简直是古板和真诚的完美结合。要是贴个国际大牌的标，就算不是黄金做的，也得比黄金贵。她当即就联系了卖家，约在一家卖黄金的店里交易。到了店里，她拿着项链翻来覆去的看，越看越喜欢，那圈荆棘纹路在灯光下显得特别精致。她当场验了货，付了钱，喜滋滋的就把项链戴上了，还对着手机屏幕照了又照，嘴里念叨着，这多好看啊，多有特点，怎么会土呢？小美开开心心的走了，留下烧烤小哥的前女友愣在原地，好一会儿才骂了句，这女的跟我前男友一样，都是土鳖。可没过一天，小美的心先进就过了，觉得这条项链戴在身上太显眼，而且特别不好搭配衣服，就想转手卖掉。但那阵子金价一个劲的往上涨，她又琢磨现在卖太亏了，不如先当小金库存着，等金价涨得更高了再出手。案发那天晚上，小美换好瑜伽服，想着要去那个宝藏公园打卡拍照，突然瞥见了这条项链，看着吊坠中间那颗小钻石还闪着光，她想都没想就戴上了。她绝对不会想到，这条她随手戴上的二手项链，在另一个男人眼里却是这辈子最大的耻辱。若要追根溯源，很多人会觉得这起悲剧里烧烤小哥的前女友或许才是罪魁祸首。为了表述方便，按照惯例，我们就叫她小茶吧。小茶长得挺好看，身材也窈窕，属于那种让人一眼就觉得惊艳的美女，只是经不起细看。她眼神里总像藏着点什么，可真要琢磨起来，又没什么身位。她有过一段极其短暂的婚姻，其实没领结婚证。男方家思想传统，想着等她怀上孩子再办手续，结果后来去检查，发现男方有问题，患有无精症。不过男方给了她一笔不少的补偿。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传统家庭也算无意中帮了她，让她在法律层面还是未婚。后来经人介绍，小茶认识了烧烤小哥。刚开始相处时，她觉得烧烤小哥人实在，对自己也上心，算得上是个可以依靠的人。可日子一长，厌烦的情绪就慢慢冒了出来。让她最受不了的是烧烤小哥身上那股挥之不去的味。烧烤的油烟味只要沾上，不洗澡不换衣服根本散不掉。每次靠近他，小茶都觉得像站在一块移动的烤全羊旁边，浑身不自在。烧烤小哥一开始还挺注意这点，每次约会前都会精心收拾自己，洗头洗澡，换身干净衣服。可时间久了，他也渐渐疲沓了。倒不是不尊重小茶，实在是没时间。他晚上要守着摊子做生意，白天基本都在补觉，下午还要忙着腌肉串串，连喘口气的功夫都少，哪还有精力天天细致收拾。除了没时间收拾，烧烤小哥陪小茶的时间也很少。虽说他没什么钱，但对小茶的要求向来有求必应，这点小茶心里是清楚的。可即便如此，有一点他还是极其看不惯，烧烤小哥对谁都格外客气，不管见了顾客还是邻居，张口闭口都是哥姐的招呼着，姿态放得特别低。就因为这事，两人还吵过一架。小茶觉得他这样低三下四的，一点男人的尊严都没有。
可烧烤小哥却觉得他不可理喻，说现在实体生意多难做啊，你不热情点，客气点，谁愿意来照顾你生意？那次吵架后，两人冷战了好几天。烧烤小哥想缓和关系，就问小茶想要什么礼物，想借着送礼物哄他开心。小茶当时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脖子，语气带着点暗示，你想送什么就送什么吧，我可不强求。烧烤小哥立马就懂了，他想要项链。他拍着胸脯保证，您就请好吧。他脑子直，没什么花心思，只想着要送个特别的，能让小茶喜欢的，琢磨来琢磨去，就有了那条后来引发悲剧的独一无二的项链。送项链那晚是七夕，本该挺浪漫的。烧烤小哥小心翼翼拿出首饰盒时，小茶心里还激动了一下，暗暗期待着盒子里能出现某个大牌的 logo。 可等他打开盒子一看，瞬间大失所望，里面根本不是他想象中的名牌项链，而是那个带着硬币吊坠的金项链。更让他无奈的是，烧烤小哥还像献宝似的凑过来，一脸认真地说，你别小看这黄金，这才最保值，以后要是缺钱了还能拿出去换钱呢。那一刻，小茶彻底明白了，他和烧烤小哥根本不是一路人。他想要的是精致体面的生活，可他眼里只有实在和保值。但面子功夫还是要做的，小茶强装开心收下了项链，说了句谢谢，回家后就随手把它丢在抽屉里，再也没碰过。直到后来他公司组织团建去了海边，在那里遇见了他那位皮肤呈古铜色，看起来格外有魅力的老板。小茶的这位老板40多岁，保养得极好，一身紧实的古铜色皮肤，肌肉线条分明，跟烧烤小哥身上那种被油烟熏出来的烟熏肉质感完全是两个路子。两人的交集开始得有些狗血。团建时，小茶不小心踩到一块锋利的生蚝壳，脚底一下子划开个大口子，血止不住的流。他本来就怕见血，一看这场景，当场就晕了过去。一片慌乱中，那位古铜色老板冲了过来，一把将他抱在怀里，脚步飞快地往附近医院送。其实小茶在半路上就醒了，脸贴在老板结实又滚烫的胸肌上，没好意思睁眼，就这么装到了医院。等他在病床上彻底清醒，老板还守在旁边，一个劲地道歉，说这次团建安排的不够周全，让他受了伤。之后没过多久，老板又送了他一条项链当赔礼。巧的是，那正是小茶之前一直想要的某大牌项链。他欢天喜地地戴上，对着镜子看了又看，越看越喜欢。回头再看烧烤小哥送的那条土货项链，他只觉得更碍眼了。一股莫名的烦躁涌上心头，他直接把那条项链挂到了闲鱼上，标题写得极尽贬低，心里还琢磨，这种没品位的土鳖东西怎么可能有人要？可没想到第二天就有人联系他想买，还是个年轻姑娘。见面交易时，那姑娘拿着项链翻来覆去的看，嘴里不停夸赞设计独特，特别好看。小茶当时心里鄙夷到了极点，暗自腹诽，这世界不光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还是个巨大土鳖养殖场。后来去金店验货，项链的黄金是真的，但上面镶的小钻石根本不值什么钱，最后就按黄金的重量折现成交了。拿到钱的那一刻，小茶没有丝毫犹豫，直接请古铜老板吃了顿饭，说是感谢他之前的照顾。又过了几天，老板主动提出带他去郊区的那个公园，说山顶观景台的夜景特别美。小茶到了地方一看，确实没让人失望，当即拍了段短视频发在网上，配文写着发现宝藏打卡地。烧烤小哥刷到这条视频后，立马在评论区留言，那地方太偏了，晚上不安全，别去。小茶瞥了眼评论，没打算回复，心里还在冷笑，你个没见过世面的土鳖，懂什么叫浪漫？从那以后，那个公园的观景台就成了他和老板经常约会的地方。有一次，两人情到浓时，古铜老板指着远处市中心最亮的那栋写字楼，眉飞色舞地跟他描绘自己的商业蓝图。我的梦想就是将来带着我最爱的人去那斯达克敲钟。
这话配上绝美的夜景和温柔的晚风，哪个女人听了能不迷糊？两人一时情难自禁，就在观景台旁边的小树林里天地人和起来。可赶巧不巧，烧烤小哥正好在这时候出现了。其实他早就觉得小茶最近不对劲，电话不怎么接，消息也回得敷衍，心里揣着疑虑，鬼使神差就找来了这个公园。眼前的一幕让他脑子嗡的一声炸了，所有的猜测都成了真。他瞬间红了眼，冲上去一个箭步，几乎用尽全身力气，一脚把那个古铜老板踹出去老远。老板没防备，被踹的肋骨当场断了一根，在地上翻滚了2圈，疼得直嗷嗷。烧烤小哥还在暴怒中吼着：“你个练死肌肉的，起来啊！有本事还手啊！”这是最后是私了的。古铜老板怕老婆知道这是闹翻天，烧烤小哥则怕把事情闹大了蹲局子，只能咬着牙把自己几乎所有的积蓄都赔给了对方。跟小茶分手后，烧烤小哥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烤炉，越想越憋屈，心里的火气像堆着的炭火，只等着一个爆发的出口。直到后来误打误撞的小美撞进了他的视线里。故事讲到这里，仿佛形成了一个闭环，首尾紧紧相连。回头再看，小美的死似乎真的是一场由无数巧合堆砌起来的意外。如果小美没想着减肥，如果她喜欢的那个男人没随口贬低她一句，她恐怕就不会走上这条绝路。毕竟女为悦己者容。可谁能想到，最要命的巧合在于，那个让她心心念念的悦己者正是小茶的前夫，那个患有无精症的男人。为了表述方便，按照惯例，我们就叫他前夫哥吧。前夫哥长得是真帅，皮肤冷白，身形高高瘦瘦，四肢纤细，自带一种疏离的贵气。在有些男人看来，这种模样可能显得有点娘，但在小美眼里，他就是从韩剧里走出来的练习生男神，是白马王子的具象化存在。前夫哥来公司的第一天，小美就一眼沦陷了。从那以后，她总找各种机会接近他，可前夫哥的反应始终冷淡，有时甚至会流露出明显的厌烦。那次改变她命运的聚餐，小美好不容易才挨着前夫哥坐下。不知是谁掀起了头，大家开始热烈讨论减肥的话题，正方反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小美鼓起勇气侧过头，小声问前夫哥：“你心目中女生的理想体重是多少呀？”前夫哥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眼神里没半分温度，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轻飘飘回了句：“反正不是你这个吨位的。”就是这句话，瞬间刺穿了小美的自尊，也戳破了她所有的幻想。对她来说，这句话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聚餐结束后，小美回到家，先是大吃一顿，接着又大哭一场，最后咬着牙下定决心减，必须减。她在朋友圈立下减肥 flag， 把瘦到 XXX 斤当成了那段时间唯一的人生目标。她还做了个 Excel 表格，打印出来贴在冰箱上，每晚饿得受不了时，就在表格上画一个勾，以此记录自己的坚持。她甚至偷偷打印了一张前夫哥的照片，贴在表格旁边，每晚看着照片给自己打气，都是为了你。就这样坚持了2个星期，小美真的瘦了10斤。经常减肥的人都知道，减肥初期掉的大多是水分，可对小美来说，这就是一场伟大的胜利。这天大的喜事，她迫切地想让人知道，尤其是想让前夫哥知道。于是她发了一条朋友圈纪念，配图是体重秤上的数字。底下点赞的人不少，也有人留言问她减肥秘诀，她故作轻松地回复：“哎呀，其实也没刻意减了，就是保持好心态，该吃吃，该喝喝。”只有她自己清楚，这2个星期里有多少个晚上她饿得抓心挠肝，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发完朋友圈后，她反复刷新页面，可那个她最在意的头像始终没出现，没有点赞，更没有评论。她实在忍不住了，主动给前夫哥发消息：“我瘦了10斤呢。”过了很久，那边才回过来一个冰冷的字：“哦。”
他又接着发了几句，想跟他多聊几句，可消息石沉大海，再也没收到任何回复。这种彻底的无视，比直接的拒绝更让人挫败。人一旦在某件事上受了打击，总想着从另一个地方找不回来。就在这时，他刷到了烧烤店的优惠补贴，鬼使神差地点了进去。点还是不点？他犹豫了很久。最终，就在他纠结的时候，潜伏哥又发来了一条消息：你以后除了工作的事，别再联系我了。这句话彻底让小美心灰意冷。没多久，外卖到了，她化悲愤为食量，风卷残云般把一整份烧烤吃了个精光。可饱腹的满足感刚过，巨大的罪恶感袭来。她后悔了，但反应很快，减肥才是主线任务。只要自己变得足够美、足够瘦，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出去跑步，把热量全消耗掉。更重要的是，他要维持住自己自律的人设，必须让朋友圈那帮人看看，老娘瘦了10斤还在努力，你们谁能比？等老娘瘦成一道闪电，劈死你们这些丫挺的！他一边恨恨地想着，一边翻出压在箱底的瑜伽裤，准备出门跑步。就在这时，他瞥见了那条之前从闲鱼上买来的金项链。说起这条项链，其实小美当初在闲鱼刷到的时候，一眼就认出卖家是小茶。她早就私下打听潜伏哥的情史，知道他有过这么一段没领证的婚姻。虽然她不清楚具体细节，但也听说女方最后拿了不少钱走了。从那以后，小美就偷偷关注了小茶所有的社交账号。她就想看看，这个能让潜伏哥动过结婚念头的女人到底是个什么货色。那天在金店门口交易，亲眼见到小茶本人后，小美心里的鄙夷更甚了。没聊几句话，她就从两人的对话里摸清了这条项链的来历，知道是小茶前男友精心设计，却被小茶嫌弃着卖掉的土货，心里的鄙夷又多了几分。你不喜欢，我偏要喜欢，我还要比你更喜欢他。小美当时心里暗暗较劲，面上却装出一副对项链爱不释手的模样。她跟小茶热络得像失散多年的姐妹，一口一个姐姐的叫着。可只有他们自己清楚，转身之后，两人心里都在默默骂着对方臭 SB。 小茶怕亏了本，坚持只按黄金的重量算钱，一分都不肯让。小美却爽快地答应了。她买这条项链根本不是图金子保值，而是为了争一口气，为了把这条项链当成战利品。她就是要让小茶看看，你嫌弃的东西在我这是宝贝，你不珍惜的心意我偏要捧在手里。这次换瑜伽裤准备出门时，看到这条压在抽屉里的项链，小美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邪恶的念头。她要带着这条项链去那个公园的观景台拍一张自拍，配文她都在心里构思好了。送我项链的好姐妹推荐我来这，她说呀，只有站得够远，才能看清城市的全貌，才不会迷失在一两个人身上。不光如此，他还打算在朋友圈里不经意地附上一张之前和小茶交易时偷偷拍的合影。他要用这种不动声色的方式向前夫哥隔空喊话，你看，你曾经娶的女人现在跟我成了好姐妹，她连前男友送的定情信物都能转手给我，你当初的眼光也不过如此。一想到前夫哥和小茶看到这条朋友圈时可能露出的错愕表情，小美心里就涌起一股强烈的报复性快感。也正是带着这份心思，她才决定横穿小树临抄近道。她着急去观景台实现这个小小的报复计划，想赶紧把这份快感攥在手里。可她万万没想到，这条项链没能刺激到前夫哥，却精准地刺中了烧烤小哥。此刻的前夫哥对即将发生的这一切还一无所知，他早就把小美的朋友圈屏蔽了。在他眼里，这个女人比前妻小茶还难缠，也更让人心烦。回想当年和小茶那段纠葛，他至今都悔青了肠子。其实他压根就不想结婚，只是被家里催得急了，才随口扯了个理由，说自己家思想传统，得等女方怀上孩子才能领证。本以为能吓退小茶，没成想他一口就答应了，
这让他心里十分犯怵。更让他崩溃的还在后头。半年后，小查主动拉着他去医院做孕前检查，结果查出来问题出在他身上，他患有无精症。那一刻，前夫哥只觉得天塌了。他家3代单传，这个消息对他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小查的反应却快得惊人，当天就提出要离婚。毕竟两人没领结婚证，严格来说只能算解除同居关系。后来两家坐下来协商，最终前夫哥家还是掏了一大笔钱，才把这事彻底了结。小查拿着钱干脆利落地走了，前夫哥却觉得自己的人生彻底陷入了灰暗。他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换了现在这家小公司，只想安安静静无人打扰的了此残生。可坏就坏在他那张太扎眼的脸。上班第一天，他就被小美盯上了，对方那种过于热情，甚至带着点侵略性的关注，让他觉得窒息。尤其是聚餐那天，小美还特意凑过来追问他喜欢什么样的女生，更让他烦不胜烦。他感觉自己就像个被苍蝇盯上的鸡蛋，甩都甩不掉。案发那天晚上，前夫哥心情糟透了，只想找个人喝点酒吐吐苦水。他翻遍通讯录，唯一能想到的人就是开烧烤店的初中同学，也就是那个烧烤小哥。那晚烧烤店的生意出奇的好，前夫哥赶到的时候，烧烤小哥正忙得焦头烂额，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前夫哥也没客气，自然地在一旁搭手帮忙，嘴里还不停倒着自己的苦水，骂小查当年的无情，怨自己的命苦。烧烤小哥一边翻着烤串，一边也跟着吐槽，骂小查现实拜金，又骂最近总缠着自己同学的小美烦人。两个同样失意的男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骂着，却都没发现骂的是同一个人。等店里的食材卖得差不多了，两人准备熄了炭炉，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喝2杯。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小美的最后一单外卖弹了出来。烧烤小哥当时就炸了，他已经把炭炉收拾干净了，实在不想为这一单再重新起火。最后没办法，他只能跑去隔壁烧烤摊借了点现成的炭火回来。准备烤串的时候，烧烤小哥让前夫哥帮忙在店里照看一下，自己则去收拾外面的桌子。前夫哥路过冰柜，看见里面还剩2串面包片，顺口问了一句：“这儿还有2串面包，还烤不烤？”烧烤小哥正一肚子火，头也没回地喊：“操，剩着也是剩着，刷点蜂蜜烤了送出去吧，不值几个钱。”后来外卖员来取餐，前夫哥正手忙脚乱地帮着打包，连自己打开没喝几口的冰可乐也顺手塞进了外卖袋里。忙完这一切，两人也没了喝酒的兴致，各自回了家。可他们不知道，这瓶无意中送出的可乐和那几片蜂蜜面包，最终成了小美的催命符。故事讲到这里，所有零散的碎片都拼凑到了一起。而现在，最后一块拼图落在了那个案发当晚从山上跑下来，恰好给了小美勇气的男人。他不是别人，正是小茶的那位古铜老板。古铜老板40多岁，为人极其自律，把健身和保持身材看得比什么都重。他那身古铜色的肌肉和清晰的线条不是天生的，而是花了大把时间泡在健身房砸出来的。这不仅是他的外在标签，更是他自信的来源。他享受那种走到哪儿都被人注目的感觉，尤其喜欢异性投来的崇拜目光。他和烧烤小哥是完全不同的2种人，一个活在光鲜亮丽的白天，处处精致体面，一个窝在烟熏火燎的夜里，怎么凑合怎么来。那个郊区的公园对古铜老板来说有个最大的好处，偏僻，人少，够隐蔽。这里成了他和一些女伴私下约会的老地方，不用担心被熟人撞见。同时，那黑灯瞎火又需要点体力的山路也合他的胃口。在昏暗里沿着陡峭的山路往上爬，能莫名满足他某种隐秘的征服欲。所以他经常在和女伴约会结束后，独自在山上跑上一圈。等出头一身汗，看着镜子里自己因运动而鼓胀的肌肉，
心里就会涌起一种莫名的满足感。公司海边团建那天，古铜老板早就注意到小茶了。毕竟一个穿着浅粉色泳衣、身材惹眼的年轻女孩，在人群里本就扎眼，很难让人不心动。但她习惯了端着架子，等着别人主动靠近，自己从不先出手。在她看来，这样才显得体面，也更能掌握主动权。也巧，沙滩上正好有个破生蚝壳，不知道是游客吃剩下随手丢的，还是被海浪冲上来的。小茶当时光顾着偷偷瞄古铜老板，没看脚下的路，一脚踩了上去，脚底瞬间被划开个口子，血当时就流了出来。古铜老板看准了这个机会，立刻冲过去，一把将小茶抱在怀里，就往附近的医院送。就这么着，两个都在等对方先主动的人，算是顺理成章地接上了头。一个有意撩拨，一个有心靠近，后面的事情自然水到渠成。有天晚上，他特意带小茶去了那个公园的观景台，又把自己那套纳斯达克敲钟的商业蓝图绘声绘色地说了一遍。这话他其实跟不同的女伴说过不少次，但每次都能把氛围营造得恰到好处，让听的人信以为真。就在两人在小树林里天地人合到关键时刻，古铜老板突然瞥见不远处有个黑影正朝他狂奔而来。等他反应过来想躲时，那道黑影已经一跃而起，狠狠一脚踹在了他的胸口上。来人正是发现真相的烧烤小哥，这一脚力道极重，他的肋骨当场就断了一根。事后协商时，古铜老板怕这事传到老婆耳朵里闹翻天，只能硬压着火气同意私了。但他也没客气，狠狠要了一笔赔偿款才肯罢休。事情过去后，他觉得小茶是个麻烦，逼他从公司离职，可小茶不肯，两人为此闹得极其不愉快。但肋骨的伤好了之后，古铜老板还是忍不住去那个公园跑步。对他来说，肋骨能断，但练出来的肌肉不能掉，心里那股子征服欲也得找地方撒。案发那天晚上，他跑完步下山，正好在公园入口处碰见了正犹豫着不敢进去的小美。小美看见这么一个刚从黑乎乎的山上下来的男人，第一眼就觉得靠谱。他穿着专业的运动服，身材练得极好，浑身还冒着运动后的热气。这个形象在小美心里立刻就和安全靠谱画上了等号。而古铜老板也注意到了小美，看她胖乎乎的样子，穿着不太合身的瑜伽裤，一眼就看出是个跑步新手。他出于一种优越感的显摆，经过小美身边时，特意放慢了脚步，冲她露出一个鼓励的微笑。他还喘着气说了句：“上面夜景不错，值得跑一趟。”就这一个笑，一句话，彻底打消了小美的顾虑。他心里琢磨，这么厉害的人都从上面安全下来了，肯定没什么问题。他绝不会想到，这个给自己鼓劲的男人，就是他一直鄙视的小茶的相好。他口中不错的夜景，其实是他和小茶偷情时的背景板。他更不会想到，这个男人无意中的一句话，最终把他推上了那条再也没能下来的路。于是小美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走上了山。古铜老板从公园下山后，开着车往家走。夜里的路有点黑，他开得不算快。等开到一段没装路灯的路面时，对面突然冲过来一辆车。那车开着刺眼的远光灯，直直地对着他的车道就冲了过来，眼看就要迎头撞上。他吓得魂飞魄散，下意识猛打方向盘往旁边躲，可还是没能完全躲开。砰的一声巨响，两辆车狠狠撞在了一起。巨大的冲击力把他往前猛地一灌，安全带死死勒进了胸口。之前被烧烤小哥踹断，刚养好没多久的那根肋骨，在这场剧烈的碰撞下，咔嚓一声又断了。这一次断裂的骨头茬子像一把钝刀，猛地往里面戳刺，直接扎进了他的心脏。他连痛都没来得及喊出来，当场就没了气息。而对面那辆车的司机不是别人，正是小茶。他开车时根本没系安全带，就用个安全带卡扣插在卡扣里，专门用来骗过车上的报警系统。
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坏习惯，总觉得系安全带勒得慌，还会让衣服不好看。更不巧的是，他的方向盘上贴满了亮闪闪的水晶装饰。车祸发生的瞬间，安全气囊猛地炸开，那些水晶饰物像无数颗小子弹，直接拍在了他的脸上和胸口。本该救命的安全气囊，这下反倒变成了扩建地雷。小查也当场毙命。现在故事里的5个角色，一个被杀，一个死刑，2个车祸致死，就剩那个吴京正前夫哥。前夫哥从烧烤店回来，腹部持续绞痛，他以为只是吃坏了东西，并没太在意。这时他收到小查发来的信息：我怀孕了，你猜是不是你的？他清楚自己无法生育，愤怒和羞辱感瞬间压过了疼痛。他胡乱吞下几片止痛药，抓起车钥匙就冲出门。他要立刻找到小查问个明白。药效未至，腹痛和怒火让他头晕目眩。他猛踩油门，车子在昏暗的夜路上歪斜疾驰，视线越来越模糊。这时，在一个没有路灯的急弯处，一个人正骑着共享单车缓慢前行。他吓得魂飞魄散，猛打方向盘试图躲避。车辆瞬间失控，冲出路面，一头扎进了路边的河里。河水迅速涌入车厢，淹没了他。前夫哥在冰冷的黑暗中窒息而死。而那个骑共享单车的女孩，只是案发当晚要去公园的小美。小美被身后突然的车祸吓坏了，眼睁睁看着车子沉入河中。她惊慌失措，扔下单车，赶紧用手机叫了辆滴滴，匆匆离开了现场，继续直奔公园，就跟赶着去送死一样。全文完，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